在我们 manifest 的过程当中，不需要考虑什么是现实情况，因为所谓的那个现实情况，就是你自己在限制自己的愿望。Manifest 这本书的第二章，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它第一章主要是在讲 visualization。它第二章的标题叫做 Remove Fear and Doubt。我发现有这样一段讲的特别好。Ask yourself now, when making your vision board in the previous step, did you stop yourself writing down some of your deepest desire because something within you told you that they're unachievable and there was no point in adding them in? Your limiting beliefs can prevent you from even visualizing what you want from life by telling you that your dreams are simply out of the realm of possibility. 第二章对限制性信念的解释就特别清楚，你的限制性信念会让你连想象自己想要的生活都做不到，因为它告诉你你的梦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你的恐惧和怀疑让你连第一步去可视化自己的梦想都做不到，因为你根本就不敢面对你心里最想要的生活。后面一点的时候还对什么是限制性信念给出了定义，这个在英文版的29页。What is a limiting belief? A belief is formed when a thought has been repeated so many times that it has become automatic. Our beliefs drive our behavior. So when a belief that we have is holding us back in some way, it becomes a limiting belief. 这个限制性信念就是说，一个想法如果被重复了太多次，成为那种自动的想法了，而且这个想法让你不敢往前进的话，这个就是一个限制性信念。这个限制性信念会改变你的行为，它会让你接受别人很烂的对待你，而且会让你无意识的去接近有毒的关系。伙伴们，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觉得自己每一段关系都有问题，每一段关系都是有毒的，那你不应该急着再去寻找下一段关系，而是应该向内观，去看一看自己的脑子里是不是有很多的限制性信念，是不是你觉得自己不够好，是不是你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如果你继续秉承着这些限制性信念的话，它会继续显化出，或者说让你接近那些有毒的关系、有毒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个限制性信念很好理解，比如说如果你长大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被你的母父或者是你学校里的人不停的告诉你，你这人很不讨人喜欢，那么在以后你去寻找亲密关系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对你特别不好，你就会觉得果然我很不讨人喜欢，然后别人对你不好，你就会继续受着。但是其实这个你不讨人喜欢是真的吗？并没有，只是你以前遇到的人在用这种方法规训你，想让你变得更听话而已。你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只要一个人他不停的有自己的想法，有一些比较独立的意识的话，他就是会被这个周围的环境告诉他，你这个小孩一点都不乖，你这个人一点都不讨人喜欢，然后逐渐去给你培养出一种讨好型人格。那这个时候你已经把我不讨人喜欢这个观点内化了，别人在以后对你不好的时候，你也不觉得别人有什么问题。所以他其实这个地方就讲了，如果你前面在第一步去做你的愿景版的时候，你有因为想要现实一点而去把你的这个愿望写小一点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倒回去调整它，甚至制作一张新的愿景版。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想要一个200平的房子，你就不要写我想要一个120平的房子。在你去显化，在你去可视化，在你去制作愿景版的时候，你不需要考虑说什么是现实情况，你不要去说服自己，这个东西可能是实现不了的，你需要真实的去面对自己内心的渴望，真实的去面对你心里的 desire。 就好比说我这个愿景版，你看得到后面其实这里是城堡吗？你看得到这里其实是一座庄园吗？如果我想要现实一点的话，我为什么要放上这样的图片呢？所以说首先识别出你自己内心的恐惧和怀疑，把它们拿走，然后真实的去面对你内心的渴望。你如果说我的愿望就是上太空，你就把它写下来。如果说你理想的生活就是开豪车坐游艇，你就把你理想的生活做到愿景板上。如果你其实一直在怀疑自己能不能找到一个对你真心好，对你一辈子都好的人，如果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你不要管自己的恐惧，不要管那些怀疑，你就把它写下来，写到你的显化清单里面。在我们 manifest 的过程当中，不需要考虑什么是现实情况，因为所谓的那个现实情况，就是你自己在限制自己的愿望。再去说回来，说到英语，你有没有发现，越是你去阅读别人母语者写的东西，你就越会发现别人用介词用的是多么的精妙，用的是多么的精准。只有我们非母语者在学完了英语之后，因为我们不会精确的使用介词，所以我们才会大句子套小句子，写出特别复杂，但是别人看了直挠头的句子。可是你去看母语者写的，他们的句子里是使用了多少的介词来表达句中很多元素的关系。 In the previous step, in 空间感，我们是不是讲了？ Of your deepest desires, of 作为关系桥梁，我们是不是讲了？ Within you, in adding them in, prevent you from what you want from life by telling you
simply out of possibilities。你看看，就这简简单的一段话，有多少介词？其实很多同学他看英语看不懂，最后归根到底就是介词的问题，所以我才会做介词世界观这个系列。我的英语到底该往哪里努力？他自己都很困惑的时候，你相信我，你去试一试把介词学透彻。你去看一看我出的介词世界观系列，你去看一看我总结的笔记，你就会发现把介词学好真的能够让你的英语产生一个质变的效果。咱们就这么说吧，英语词汇到3500上一个质变的台阶，因为基本上这些东西你都可以看得懂了。比较基础的语法理清楚上一个台阶，因为这个句子稍微长一点你都能看得懂了。介词学好了之后，英语又上一个台阶，因为终于你来到了可以看懂很多母语者的材料的世界，长的句子、复杂的关系、思辨性的内容，甚至带一点哲学感的讨论，你都可以看得懂。介词就是给你理清楚，既有空间关系，又给你理清更多复杂的抽象的关系。我们把英语介词学好，让自己的语言上一层楼；我们把显化做好，让自己的生活上一层楼。下一期视频可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显化的第3章，也可能再选一本新的书，我们就下期见吧。